中部、南部一直以来都是很热门的，多少公务员军公教那边申请10几年，然后就是调不回南部，南部很夯啦，真的是很夯。以军公教来说，军我不知道，军本来你做军官就是调来调去，当然公教的话，你要调到南部不要简单呢。那像我的同学，你会调，好回到自己的家乡高雄有没有？有再来六龟就会变成这样。对，所以看看啦当然。不知道呢，南部就是超级夯的一个地方它夯的根源是什么？第一，那个以公教人员来说，民众或是家长没有台北那么怪物那边刁，一言不合就提告，然后再来是那个生活成本的问题所以本来对公教人员来说，这个南部很好生活真的是很好。你是拿同样的薪水好，那就是薪资的考量。那薪资的考量发生什么事？薪资的考量就是说，你在南部那如果你的行业这个就是金手铐，你知道，虽然也没多金那比方说一些文化展演的工作者，这个我也听过，那个行业就只有台北有怎么办？你就是被逼着要被绑在台北就会变成这样。那他想要来南部没有不行可是他就没有这个工作机会。那或是你其他的机械厂你其他的一些什么射出厂好 OK 好，这些东西到南部薪水会大打折扣。现在绑住大家的是这个东西嘛？对就收入会锐减的问题。月薪 30K 转调高雄，竟能买房，公布2间200万内的物件给你看先说结论，现在的高雄还是有很便宜的房子可以买现在都还有那台北人打算南漂的话，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有瑕疵的房子要怎么处理，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月薪 30K 买高雄可行吗？这是聊一个新闻。那标题我念一下，月薪 30K 转调高雄买房，网友一看房价惊呼只能买鬼屋，真的吗？那内容是这样，就是这个原 po 他是台北人，然后公务员，月薪3万块他查了一下台北的套房大概都800-900万那或是更高，以他的薪水已经没办法负担，所以他就开始看高雄市，结果就发现有一些很老的中古套房100多就看得到了那他也负担得起。那接下来底下当然开始开战就挺网友这派是说他是桃园人，现在台北租屋工作，也考虑要往南部找工作了，那就有很多人想要南漂啦，南移。那另一派的人就说100多万是要买鬼屋你呢那现在这个高雄的房子价格都攀升起来，已经贵到买不起了，怎样。所以你要知道100万在高雄能买房子吗？先说结论，我支持这个原 po 反对的网友真的是可以来高雄那边逛看一下我们的房子不然你就去591看嘛。因为100万现金在高雄还是真的买得到房子，你不要贷款的话甚至都还有机会，也不是法拍好，来我们随便来看2间。来第一间开价198，全幢 8.89 坪这个在高雄的新兴区正市区这看起来好像鬼屋吗？还好吧，这种就是专门买来收租用的套房。就我之前说自产客买完房子手上剩零钱那他们就会买这种东西不贷款的。那你说第一间太小了，好，来第2间开价198，全幢 12.06 坪，在高雄盐埕区。这间我特别去查，这不是地上权盐埕区那边因为历史的关系有蛮多地上权的这间不是虽然屋龄很高啦但是你看现在我们只讨论价格的话，确实便宜的房子还是有出现。这间看起来比较阳春家具什么你要自己处理，这也不难你这个让我来弄，我能弄成 IKEA 好，那我相信他不管怎么样去处理，都可以比原 po 现在在台北住起来怎样还要舒服毕竟也是有开窗，然后他又说他是公务员，可以调到南部那这样很好。那北部南部的公务员薪水是一样的以他的薪水在南部物价什么的都会比台北还便宜一点，他会过得比较舒服。接下来我再讲我在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台北人南漂这件事情正在发生中，也有很多的 YouTuber 不是都在拍什么南漂日记之类的吗？我都有滑到然后我自己也是我也是在台北，然后你看我现在也是搬来高雄去了。为什么？因为台北的房价这太变态了，你自住就很难攀登了。那你想要自产，你在双北你怎么弄而是来高雄这海阔天空。然后未来很可能会发生一个事情，就是你的房租涨得会比你的薪水还快，就这样这是很可能会发生的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讲了，政府现在的种种动作都是要把隐形房东给他逼出来。
然后叫这些隐形房东去缴税。哦，你看租客报租补无法防御的人，你就变公益出租人了。哦，那你的所得就摊在阳光下了。尤其是台北现在的房租跟房贷是处于严重脱钩的状态之下。就说你买个7000万的房子啊，然后租金也拉不高啊，然后台北有超多的老房东还在那边随便租，那现在有租金实价登录，所以房租的涨幅真的我们都会看得到。然后跟你分享我在脆上面看到的发文税的啦，但是大家都念脆就念脆。来，第一个是想存钱的人就搬来高雄，房租直接对半砍我看一看这也是真的然后吃的也比较便宜。拿爱心1585，留言146。第二篇，他是台北人，想要搬到台南定居，然后在台南面试公司这样。你注意一下他的爱心跟留言数量爱心2578，留言271，这很多呢这就有共鸣第三篇是他庆幸自己搬离台北，然后搬去台南爱心1608，留言96。所以你看我没有乱讲，现在就是真的有一票人是考虑就南漂算了这样。我也相信过个5年10年以后，南漂这件事情搬家到南部生活这件事情会是一个很正常的选择。因为台南跟高雄已经都有台积电了，那高雄还有一大票上下游厂商在那边设厂，人口移入势必加得很快，到时候人多了，各方面就会蓬勃发展。就算你不是工程师，台南高雄也有会适合你的那个工作机会会跑出来这是真的南漂真的是可以是一个选项就飘着飘我自己就变南漂了。其实我也没什么大张旗我要南漂我要干嘛，没有，我就是顺顺就来了，然后抬头一看我好像就是南漂然后到现在在高雄生活，我是觉得哇真的是很舒服啊。现在很疑惑说为什么在台北可以这样，就那个捷运挤成这样，然后再下个雨大家雨伞又湿湿的，然后捷运城下文湖线又在那边很闷热，然后站都没位置又那个热气又那个潮气我都要戴口罩，我觉得那个就是个病毒传染的最佳场所就这样子在挤，然后忠孝复兴那个超长的楼梯，我靠，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可以忍受来到高雄之后太棒了我都不搭捷运，我都骑机车了你说生活成本有没有下降？我个人觉得有当然也有人会讲什么高雄没比较便宜你是去哪里买？那莫名其妙嘞高雄没比较便宜，我在高雄就生活都好好的吃鸡排、吃卤味、吃挂包都比较便宜然后手摇也是所以就还不错啦高雄。然后以前的高雄跟现在的高雄确实差很多嘛，就真的差很多嘛我以前在高雄念书的时候，确实是觉得高雄怪怪的那之后你看到现在的高雄海鹰中心然后高雄的市容，那整个都爬起来了，然后房价也爬起来没错，但是对比台北来说，收入上都还可以负荷，所以有办法南漂这真的可以来高雄考虑看看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啊。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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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我们讲2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今天的命题是就讲好玩了，我不是说南漂，我是说那个什么200万内的房子，就是说你200万之内你要买到房子我个人是建议就算了吧虽然今天是这样子硬找给你看，否则你真的用低价去591上找，你会找到一堆法拍那法拍我是建议没什么好摸的你就去做这个产权也清楚正常的就好。而且你的头期款那么低，你看刚刚我提的那个坪数是不是都15坪以下？15坪以下银行就很不喜欢嘛。那你要找联邦专门做那个有做小贷款、小套房贷款的然后它建价又不高，就没有必要。你存一存然后那个捏一下，大概就可以直上2房。2房不是自己一个人活起来很舒适嘛？真的很舒适啊。那你2房你能接受屋龄高一点？现在以高雄来讲，电梯大楼500-600万还有。那如果你买到700，我说中古的，应该还有一个平面车位就有这边整，因为我那个社区，我以前在那边那个社区就真的就是长这个样子也很好新湾区走路捷运站，然后吃的喝的一大堆，虾皮店到店，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好抱怨的那这个就是南漂居住生活的成本都可以获得很好的膨胀。今天我们讲的主角他是公务员但我会看现在他不顺利，为什么？中部南部一直以来都是很热门的，多少公务员军公教那边申请10几年，然后就是调不回南部，南部很夯啊，真的是很夯。以军公教来说，军我不知道，军本来你做军官就是调来调去，但公教的话你要调到南部不要简单呢。那像我的同学调好回到自己的家乡高雄有没有？有再来六龟就会变成这样。对，所以看看但不知道呢，南部就是超级夯的一个地方它夯的根源是什么？第一，那个以公教人员来说，民众或是家长没有台北那么怪物那边刁，一言不合就提告，然后再来是那个生活成本的问题所以本来对公教人员来说，这个南部很好生活真的是很好。你是拿同样的薪水好，那就是薪资的考量。那薪资的考量发生什么事？薪资的考量就是说，你在南部那如果你的行业，这个就是金手铐，你知道，虽然也没多金那比方说一些文化展演的工作者，这个我也听过，那个行业就只有台北有怎么办？你就是被逼着要被绑在台北就会变成这样。那他想要来南部没有不行可是他就没有这个工作机会。那或是你其他的机械厂你其他的一些什么射出厂，好 OK 好，这些东西到南部薪水会大打折扣。现在绑住大家的是这个东西嘛？对啊，就收入会锐减的问题。那我一直很建议的事情是说，就专注本业，发展副业发展副业我讲的比较少啦，但是我真的是建议以现在这个时代的版本答案，你真的是要去发展你的副业那副业的话，有一个东西可以做，因为这个东西它败无可败然后又可以训练很多人生等级的技能，就是自媒体。你看我没有要卖课我是什么，而是你看我自己也是算自媒体受惠的一员嘛
做着做着就受惠了。现在我们大家的平台那么多IG、FB、YouTube、抖音这么多然后演算法是蛮公平的一件事情。当然你在发你觉得不公平，但 YouTube 的演算法已经相当干净、相当公平，就是你只要做出好看的东西、好看的影片，就很吸引人的 Podcast 的，通通都可以。那你就会有你的观众那你有你的观众之后，变现真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像真的有很多厂商来找我这个频道业配，我靠，我什么咖莫名其妙来找我来业配目前我是没有答应可是我看到的机会就是说自媒体上做着做着这样也行莫名其妙这样也行那时候就是抱着分享的那个概念，然后就来拍，没人看我也在拍。你去翻我很早期的影片，真是没人在看我在拍，然后拍演算法就慢慢起来了。然后透过留言，你们的留言我都会看。那个透过留言的话，就也能够去修正说，我讲什么东西，那个观众的反应比较多，然后就开始尽量往这边靠。自媒体是真的是，我个人认为是这个时代的自由的版本答案。我没有讲财富自由我是讲说自由，就你工作自由，你可能就是因为你自媒体的经营，然后收业配，然后干嘛，你一个月收入4-5万块，再加你的本业。好，那你就敢辞职了，就会变成这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代的那个中小企业公司好像那么难找人，因为大家做自媒体门槛很低，所以从业的人员非常的多大家就是下班自己弄。我们公司也有那些阿弟下班那边讲就开自己的 podcast 平常他讲话没人要听然后就开 podcast， 他自己也很高兴，然后也收获到很多一些听众或者干嘛，就这样。你可以从分享出发，然后就分享。我跟你讲，你做自媒体，你想要钱你就是想要说你都做不起来反而你就是分享分享你上班的专业。你在上那个班呢，你也上了3-5年了，你总是比这个外行还要专业吧？对啊，比新人强点就好了。我举个例子你不用是周杰伦才能来开流行音乐教唱不用那假设流行音乐教唱真的周杰伦在你旁边，你为什么觉得你学得会所以我们只要比那个新手再厉害一点点就好，然后用分享的前提去在经营自媒体上我所看到的啦，想要赚钱的人通通都赚不到钱，几乎都赚不到钱。什么样子的人都后续变现这件事情都相当容易。他想要的东西是影响力影响力也不是说他做专家或是什么，他想要影响力，他希望他可以有10万订阅、20万订阅就这样。那你说你要这个订阅到底要干嘛？我也不知道这种人很多，他们赚得到钱。为什么厂商他的那个订阅数一到浮出水面，厂商就会去找他啦他就变成厂商在发业配的雷达所以以自媒体经营来说，我会说你不要去锁定钱这件事情不要去锁定钱。那你应该要锁定就是说你影响力，你就分享你会的东西，比别人专业的地方，然后看那个留言，然后去修正，大概就是这样。那一旦这样子做起来然后有了那个业配或是变现额外，你要卖课程你去卖你要收会员你去收就像一路慢慢起来很快啦，真的2个月一档厂商然后来做个业配，应该你就有机会了有机会自由了。自由是什么意思？也不是财富自由，自由就是你至少你要南漂，你要搬到高雄，然后把本业辞掉，然后专心去做自媒体，这件事情就 work 了所以我会说门槛低了。以前要自由多么的困难那现在不一样时代版本真的不一样了。那个 podcast 的是大概是最简单的创作方法，因为它不用剪片我这个还要剪片podcast 大概是最简单的创作方法，你就先去弄嘛弄拍个1年2年，然后都没人听嘛至少你也锻炼自己的表达或是什么。我真的是很建议大家要去专注本业，然后由本业去发展你的自媒体副业。你在上班是一个行业呢，一整个行业，一个行业里有多少 know how？ 你想说我只是小会计而已，你也有你可以讲的故事然后也有你可以分享的东西，那你就去挖掘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不然你就变成一个无情的上班机器，然后快死的时候你就想说我这一生好像也没干什么那就重来一次，还是那么无聊算了，下次不来，就会变成这样。你去弄自媒体了你最简单的创作方式就是 podcast， 因为讲话就好了这谁不会？然后用 iPhone 录，其实 iPhone 的麦克风已经足够的好了，就这样讲才跨足到短影片，因为他就开始要拍摄跟剪辑，然后才往上走到 YouTube 长影片的制作那大概就这样顺的在做我这个频道我在做我这边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是一路顺的做下去，变现的机会就会有了。我会说金钱真的是
美好的副作用哦，美好的副作用就这样。所有想做自媒体、想要来赚钱的人，好像都赚不到钱，因为他们很急嘛。那所有从分享做出发点的人哦，他要影响力扩大这件事情的人啊，后面的变现都很容易。当然你要他赚什么大钱也没有啦哦，但是就你要南漂，你要自由哦，这都是办得到的事情。败无可败，为什么不做？对啊，败无可，他就花你的时间了啊。你现在回想一下，你下班时间哦，到睡前在那边追剧哦，在那边网络打嘴炮，这边打手游。如果过去3个月不打这些手游，不追这个剧，请问会对你人生造成什么影响？是不是一点影响都没有？对，好，那你就不要去追剧嘛，你就拿来看看自媒体嘛。对啊，会怎样吗？完全不会怎么样，败无可败。自媒体真的是很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它非常的不对称，像我们上班要花那个时间才会有对应的收入哦。你想要赚更多的收入，你就要付出更多的东西。自媒体不对称呢，自媒体是你都花一样的时间，然后随着你的名气越来越大，然后突然那个厂商的业配的价码就越来越高哦，高到你就财富自由了哦，那买房子或是干嘛，很不对称的，就是你的付出是不用变多的，可是你的收入是可以数倍、数十倍啊，就这样你还不去哦，败无可败，你还不去，专注本业发展副业，你要南漂，然后你要北漂，你要干嘛？你要漂到国外去，都 OK 了。就自媒体这件事情，是我所看到的现在的那个年轻人或中产阶级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很重要的啊，反正你就去就对了，不要怕丢脸啊。为什么啊？你就不红，因为丢什么脸，就没人知道你，所以去试试看哦。那这个是撬动一个那个收入业配的大门哦，真的我鼓励大家就是动起来，然后去创作自己的东西。因为它不对称，你知道，但你不红就算了，那一红直接就自由了，其实是个很莫名其妙、很不对称的东西，去试试看吧。